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Kenny 与丽的漫游世界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宜兰东山乡的仁山植物园。仁山植物园是近几年来才广为人知的宜兰景点。网上分享大都偏重于欧式风格的伊丽莎庭园与法兰西庭园。其实占地约101公顷的仁山植物园里，还有日式与中式花园值得一游。而观景台的兰阳平原与龟山岛景色，一点也不输给苏澳的七星岭。前身是造林苗圃的仁山植物园，位于宜兰东山和发园新寮溪上游的山顶，这里青山绿水，环境优美，园区内植物种类众多，还吸引了不少鸟类、昆虫和动物在此聚集觅食栖息。从2001年开始，宜兰县政府在此规划了各种风格的园区，有东方庭园植物展示区、爱园、兰亭；西方庭园植物展示区、伊丽莎庭园、法兰西庭园；大航海外来植物展示区、非洲、澳洲、南亚、南美；低海拔森林产业展示区、樟脑寮、木炭窑等等。游客可在此登山健行、休憩、赏景，近距离地观察自然生态，了解大自然。仁山植物园是宜兰的第2座植物园，不像福山植物园着重于维护和保育园区自然资源，每天只开放有限名额入园参观。仁山植物园是一座开放式的生活植物园，民众无需事先登记，免门票，可随时来此登山休闲，平易近人了许多。仁山植物园景区设立在山顶上，要看美景就得先辛苦点爬上山。不过还好，这是一座浅山，海拔最高只有到500公尺。园内有2条步道可上山顶，公务车道与仁山步道。公务车道是1.3公里的柏油路，为了游客安全，一般车辆禁止入行。这条路道路宽敞，不过有几处地方坡度较大，还好柏油路铺得平整，年纪较大或膝盖不好者，带登山杖慢慢地走，比较安全。大多数的游客都是走公务车道上山。另一条仁山步道是阶梯与石块水泥交错的步道，但坡度较缓。途中会经过爱园和兰亭。在观景平台结束，全程有树荫，小心台阶上轻胎易滑。快到仁山植物园大门的右边有一个小小的免费停车场，比新寮溪旁的收费停车场近了许多，就是只有几个停车位而已。进入了大门，游客服务站在右手边，有洗手间可用。4月份来时，公务车道上油桐花落满地，很漂亮，连阶梯上都铺遍油桐花。公务车道途中有座新寮亭，可在此休息喘口气。走了约半小时就可以看到仁山植物园木质标志。继续往前是游客服务中心，往左边的岔路走到底，可到观景平台，是眺望兰阳平原与龟山岛的绝佳地点。到观景平台的步道旁，4月19重葛盛开。观景平台地势平坦，可远眺赏景，视野最佳。大半个兰阳平原尽收在眼底。天气好的时候，还能看到宜兰的坐标龟山岛。仁山植物园的台湾猕猴很多。观景平台旁的大草坪上，还设12种体能活动器材。从健康体能园区走回路，跟着标示朝水土保持户外教室的方向走，沿路可见几棵山樱花在2月份时花开怒放，
深粉的山樱花在蓝天的背景衬托下十分好看。过了水土保持户外教室区，走到底会看到这个可爱的猴子相框。猴子相框的背景是南洋平原，可以来此拍照。这里也可以看到龟山岛。猴子相框前就是人山步道，步道的一旁也是种了几棵山樱花。沿着人山步道往下坡走，会经过人山亭，可在此休息片刻。从人山亭继续往下走，就到了兰亭。兰亭是座日式庭园，走入朴实的日式木门，好似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。日式庭园内有干涸的河床、石头、常青树灌木、山樱花和日式凉亭，充满了禅意的氛围。隔着稀疏的树木和竹篱笆，可以看到另一边的中式庭院爱园。穿过古色古香的黑瓦白墙，眼前一亮，这是一座由水榭、曲桥、回廊、凉亭、石井营造成江南风格的中式庭院。四角的亭子架设在池边，前有平台，周围的柱间还有美人靠，供旅客休闲赏景。池内有石井、莲花。4月时，莲花已经开放。水榭后面还有一座较为隐秘的六角凉亭，凉亭与后院以回廊相接。出了中式庭园，沿着阶梯往游客服务中心的方向回走，会先经过苗圃区。人山植物园的前身是一个造林苗圃，大部分当地人还是习惯称之为人山苗圃。苗圃区连接这一片大草坪，有几只修剪得栩栩如生的动物造景园艺，有大象、犀牛、河马、熊、猴子等等。从游客服务中心的台阶上往下看，如同一座热闹的绿色动物园。游客服务中心旁有一座小小的花园，我们曾在这里的树丛内看到一只黑冠麻鹭，就是俗称的大笨鸟。花园前方立了一座石膏像，应该是维纳斯与丘比特。绕过这座小花园往后走，就是网红打卡点之一的英式庭园——伊丽莎庭园。伊丽莎庭园中间是一栋2层高的红砖屋，配上白色的百叶窗，非常醒目。红砖屋的一边还连接了一栋多角玻璃屋，屋前有个小池塘。4月的时候，池塘内长满了开着小黄花的萍蓬草。红砖屋前有铁件艺术装饰，供人拍照留念。草坪四周种满了花花草草，很有英国乡村庭园的氛围。疫情解禁后，红砖屋内的餐厅也开始贩卖一些点心饮料。英式庭园的前下方就是人山植物园另一个火红景点——法兰西庭园，以深深浅浅的绿色灌木为主体，修剪成整齐对称的几何图案，中间再加上女神雕像、阶梯、喷泉水池和由6根柱子围成圆形的古典凉亭。一座传统的法式庭园就出现在南洋平原旁的山坡上，这里不光是拍婚纱的好地点，一些艺术家也会在此写生作画。法式庭园靠近绿化教室的出入口处，种了几棵较矮的油桐树，可以近距离地观赏正在开放的油桐花。从英式与法式庭院旁的步道往上走，就连接到大航海外来植物展示区。途中看到这座小木屋，未对外开放。这里的树木长得非常茂盛，树枝干都延伸到步道上，蜘蛛网也比较多，显得阴暗荒芜。大航海外来植物展示园区内有一座东南亚风味十足的木质凉亭，屋顶上还铺着干草，可惜也是蜘蛛网许多。大航海外来植物展示区内种了一些外来树种，计划来此区参观的朋友不要忘了带登山杖，好驱虫逐蛇。从大航海外来植物园区按着指标，可到樟脑寮与木炭窑。台湾早期樟脑输出量是世界第一，全球70%来自台湾，有樟脑王国之称。这里设置樟脑寮，介绍如何提炼樟脑及其功能与特性。相思树的树干坚硬，燃烧时间久，是制作木炭的优良材料。
相思树不止在台湾早期造林占了重要的角色，对民生经济也有重大的影响。这里有一座木炭窑，介绍木炭烧窑空间。樟脑寮与木炭窑前是叶子步道，这里游客稀少。4月油桐花开时，朵朵油桐花落了满地，形成一条长长的油桐花步道，非常漂亮。叶子步道两旁树木生长茂盛，较为阴暗，青苔多小心路滑。从叶子步道接回公务车道，到此逛完人山植物园，原路往园区大门，打道回府啦。从大门口到逛完整个园区，不包括登峰步道，加上拍照休息，约4至5小时。如果没有那么多时间或体力，建议一定要到观景平台、爱园、兰亭、伊丽莎庭园、法兰西庭园5个景点欣赏完约2至3小时。喜欢这部影片的朋友，欢迎订阅、分享与按赞，谢谢支持，下次再会。